我帮村里卖掉10吨鸡蛋，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，可他们却认为我赚1毛钱黑心，甚至将我父母打了半死，放火烧家。我反手去给隔壁村卖，让他们鸡蛋滞销烂在村里，欠下天价赔偿债务。李之言，为什么每个鸡蛋你卖6毛钱，只给大家5毛？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就是你每天坐在手机面前，动动嘴皮子，就能从每个鸡蛋上赚1毛的差价，10几吨鸡蛋，这得被你赚了多少？大家伙每天早出晚归，辛辛苦苦盘起来的养鸡场，就指望这几毛钱的利润过日子。你一小姑娘，心咋这么黑，连乡亲们的血汗钱都不放过？没人情味啊！我老伴儿还在医院等钱救命，你却昧着良心，糟蹋乡亲们对你的信任。幺婶儿，单单你家我就卖了上千斤鸡蛋，至少赚了几万块钱，怎么会没钱看病？你为了赚钱，以次充好，发了多少臭鸡蛋出去？网友们来投诉赔偿，都是我自掏腰包帮您处理的，您怎么能帮着大家伙掉过头来指责我呢？直言，你就说那1毛钱是不是被你赚了？直播团队的工资，网上推广投流的费用，还有宴请蛋糕厂领导吃饭，这些都是一笔不小的花销。制作小蛋糕，材料避不开鸡蛋，人家一个加工厂至少消化了村里好几吨鸡蛋库存，我赚到的1毛钱全部用在你们身上了。就不说我团队里的人，每天累到躺在沙发上都能直接睡着，人家都没拿分成，每天就要100块钱工资。你说的那些是你自己的事，这1毛差价你必须给大家伙补上。我父母站出来，企图为我说话。她是你们女儿，赚的钱落在你家口袋，你们当然帮她。总不能帮大家做好事，我还要自己倒贴钱吧？别把自己说的那么无辜，现在的人无利不起早，你如果无利可图，怎么会无偿帮大家伙带货？谁知道你明里暗里到底赚了乡亲们多少钱？大家天还没亮就要喂饲料，打扫鸡场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鸡晚，忙前忙后，不就是为了多赚那1、2毛钱吗？李之言，你挺狠的，一出手就要了乡亲们1毛的差价，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之言，你就把钱还给我们吧，乡亲们的日子本来就苦，你还这样压榨乡亲，你有一点良心吗？今天说什么也得让他把这笔黑心钱吐出来，既然他不仁，就别怪咱们不义。我什么时候压榨你们了？还说没有，你走人脉拉关系，包括在大街上做活动，免费送鸡蛋，哪次不得几十上百斤的送，到头来还不是乡亲们买单？3个月下来，你说你得免费送多少鸡蛋出去？你还有没有人性？拿乡亲们的血汗钱来维护你的人际关系，推广你直播账号的曝光率。李之言，你挺漂亮的小姑娘，怎么就不做人事呢？你走关系以及做活动免费送出去的鸡蛋，这笔钱也得补，怎么也值好几千块钱了。所谓的免费送鸡蛋，说到底还不是为了帮乡亲们打响这些鸡蛋的质量名声，甚至直播团队自己承担了10万多的网红代言费，如今到了清算的时候，反倒成为了我剥削大家伙的罪证。那我请网红代言，绞尽脑汁推广鸡蛋的费用都是我自掏腰包的，你们怎么不提了？一码事归一码事，这些不是你赚乡亲们1毛钱差价的理由。我对乡亲们的贡献，不止帮他们卖空了10几吨的鸡蛋库存，而且还请来农科院的教授，亲自传授大家伙科学规划、合理饲养的方法，从而让村里的鸡蛋产量提高了整整1倍，品质在周围城镇更是远近闻名。可以说，这个鸡蛋牌子是我亲手打造出来的。可村民们不仅没有感恩，还将臭鸡蛋掺和进去。最过分的时候，网友们买到的鸡蛋几乎有2/3都是臭鸡蛋，到头来还是直播团队费尽精力自掏腰包赔偿，才平息了网友怒火。其他地方的鸡蛋就卖5毛钱一个，土鸡蛋1块5，我女儿至少没让你们亏钱，按照市场价用最快的速度帮村里头卖了10几吨库存，能多卖1毛钱是我女儿的本事。而且你们摸着良心想想，这段时间天气炎热，不及时把鸡蛋卖出去，时间久了全变成小鸡仔儿，到时候大家伙1分钱都赚不到。隔壁几个村子几吨鸡蛋到现在都没卖完呢。甭说这些没用的，这1毛差价你们给不给吧？之言，大家伙知道你做直播挣不少钱，你就当可怜可怜乡亲们，把钱还给大家伙吧。你要这样，以后谁还敢让你帮忙？我本想拿出手机把钱扫给村长，但被我爸伸手拦住了。闺女儿，这笔钱咱家1分都不给，既然他们不讲理，咱也能犯混儿。给我掰，用他家的东西抵钱。村长大手一挥，众人冲入我家，将值钱的物件全部搬空。半个多钟头后，我浑身颤抖着瘫坐在地，哆嗦着拨通了120的电话。医院里，我爸醒过来后，血压飙到了180，我妈则是躺在病床上，
不断抹着眼泪。他们太过分了，大家累死累活，哪有这么欺负人的？我们尽心尽力，没想到会是这种下场。团队里的小姑娘杨媛坐在走廊凳子上，眼睛哭得又红又肿，像2个核桃。前段时间她被晒到中暑，为了不耽搁帮乡亲们卖鸡蛋，在医院匆匆挂了2瓶针水，就返回直播现场，累到晚饭都没吃，就在凳子上睡着。本来一白白净净的小姑娘，晒得黑了一圈。结果这群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没有一句感谢，转身就逼着我们把1毛钱的差价吐出来。只言姐，你快看直播，我把链接发给你。直播间里，林娇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对网友们细数着我对乡亲们犯下的罪行，说我侵占乡亲们的血汗钱，拿着大家的劳动成果，免费为自己打响名气，甚至村子里好几个水军带起了节奏，网友们瞬间炸开了锅。只言姐该怎么办？总不能让那个女人一直在网上抹黑我们吧？你们把直播间里假1赔3的赔率提升到10倍。杨媛很快明白我的意思，随后我又拿出电话打给了蛋糕加工厂的领导。李小姐，你怎么搞的？本来我们厂里的需求就2-3吨鸡蛋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从你这进了5吨的货，结果有很多臭鸡蛋，害得厂里的机器设备重新清洗。现在为了区别挑拣，不得不多出一笔钱，将流水线改成人工监管。王厂长，给您生产厂带来的损失费用我会承担。之所以打这个电话给你，就是想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这个村子的鸡蛋和我再没关系。王厂长是聪明人，立刻明白了我的言外之意。挂断电话，我看着团队的人，嘴里冷笑。下一个任务，让村子集体破产，我帮他们赚了多少钱，就让他们双倍吐出来。因为将假1赔3的赔率提升到了10倍，许多买到臭鸡蛋本想着息事宁人的网友纷纷在售后申请了10倍赔偿。之前有我的团队垫底，这笔费用都是我们用那1毛钱的差价承担，相当于把那些村民们掺和臭鸡蛋带来的风险平摊出去。现在面对10倍赔偿，我直接动用了包含村民的带货公款，这笔公款是带货卖鸡蛋的利润，很大一部分还在我的直播账户中，因为时间限制，导致这笔钱还没有取出来分发给村民们。短短2-3天时间，10倍的赔偿就将这笔公款花得所剩无几。第5天期限将至，我被叫到了大队办公室，将最后的10几万全部取了出来，转给了村支书林娇。李之言，不是将近700万的公款吗？怎么才10几万？剩下的钱呢？你赚1毛钱差价的事都还没完，难道你还敢光明正大把这笔公款侵占了？林娇，别给我戴高帽子，700万的公款就剩这点了，其他的和我没关系。钱呢？赔完了。村子里的人为了赚钱，在发出去的货里掺杂了许多臭鸡蛋，这件事相信大家伙都知情吧？而且在座的谁敢说自己没有做过这事？之前有我的团队帮你们擦屁股，用那1毛钱的差价赔偿给网友。既然大家觉得我在压榨乡亲们，那这次网友的赔偿申请就由大家伙承担。对了，我已经把赔偿率提升到了10倍，你们卖的假货越多，申请10倍赔偿的网友就越多，所以这700多万基本都赔完了。自己种下的苦果，你们自己吃吧。李之言，这笔钱肯定被你贪污了。所有资金去向后台都有记录，我可以公开给你们看。带货的公款我自己1分没拿，剩下的全部转给林支书了，你们自己去分吧。你们还想动手打人吗？我已经和团队的人说过，半个钟头我没有出去，就立刻报警。李之言，谁给你的权利用公款去赔偿？人家买到了臭鸡蛋，申请赔偿，我用卖鸡蛋的钱赔给网友，天经地义。还想让我替你们买单，想都别想。还有，以后让我带货，我要拿50%的利润。50%利润？李之言，你疯了！随后几天，我搬出村子，用自己的积蓄在镇上买了套房，把父母接了回来。同时，隔壁村同样办养殖场的人找到了我。李小姐，只要你愿意帮我们村把鸡蛋卖了，什么条件你随便开。放在以前，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拒绝。我们村和隔壁村向来有不小恩怨，特别2个村子都办起养殖场后，生意上的竞争更让2个村的人水火不容。但这次我直接答应下来，每个鸡蛋我要拿2毛钱的分成，而且各种费用都必须由村子方面承担。没问题。敲定了带货方案后，直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。在村长的再三警告下，隔壁村的村民都很自觉，没有用臭鸡蛋以次充好，整个过程无比顺利。也在这天，杨元找到了我。之言姐，你们村的林娇正在网上学着我们开直播带货呢。我点进林娇的直播间一看，发现里面只有寥寥几个网友。林娇本想照葫芦画瓢，结果没有半点作用。对于村子动辄上吨的库存来说，无疑是杯水车薪，根本解决不了什么。第3天，我正在直播时，村长和林娇带着村民们浩浩荡荡地走来。李之远，
还不赶快来帮乡亲们卖货？只要你帮乡亲们把鸡蛋卖空，上次你赚差价的事情，村里就不追究了。不过这次6毛钱的鸡蛋，你得全部给乡亲们。你们是不是忘记我说过什么了？我说过，想让我接着带货也可以，毕竟我费尽精力做起来的账号也是为了赚钱，团队里的人也要吃喝拉撒。但是这次带货的利润，我要拿走50%。李之言，你疯了！其他主播带货拿的利润基本都是6、7成，甚至更高，我只拿50%，是看在大家同一个村的情面上，1毛钱差价太少了。你们不是说我赚大家的钱吗？那我现在就光明正大的赚给你们看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拿走50%利润，这不是要乡亲们的命吗？那和我没关系，要是不愿意的话，就快点走吧，别耽搁我带货。隔壁村长站在一旁，脸上满是幸灾乐祸。村长不依不饶，但看见我态度坚决，语气还是缓和下来，甚至掏出了一个红包。之言，我知道你生气，上次把你父母打伤，是我们太冲动，做的不对。叔给你道个歉，你就别说这些气话了。之言啊，我在网络上诋毁你，只是一时气话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村长，我说了，50%利润少1分免谈。李之言，别忘记当初你承诺过乡亲们，要帮乡亲们免费带货，让大家伙过上好日子。你难道想出尔反尔吗？你能不能有点人情味？人情味？你们还有脸在我面前说这个词吗？别以为之言姐好欺负，我们是承诺过帮大家带货，但承诺不是永远免费的。地球离开了谁都会转。李之言，别以为咱村离开你就活不下去了。撂下狠话后，林娇和村长他们转身离开，同随而来的村民们各种恶毒咒骂，听得隔壁村众人眉头紧皱。太过分了！放心吧，他们还会来求咱的。半个月后，村长一行人再次到访。这次他们没有了上回的底气，村长和林娇带着乡亲们试过各种办法，最后卖出去的鸡蛋连着1%都不到，甚至最早一批鸡蛋在高温天气下已经孵化出小鸡。之言，帮帮乡亲们吧，大家就指望着这些鸡蛋活下去呢。当年建设养鸡场，大家连棺材本都投进去了，小蛋糕加工厂的领导也说只你一个人，我们磨破了嘴皮子都没用。之言，要不咱们商量一下，你带货的利润你拿40%，剩下60%留给乡亲们。我承诺不语，村民们面面相觑，一旁的林娇终于妥协。行，那你拿50%，可以了吧？我的意思是，50%只是我上次开出的价格，这次我要拿60%利润。60%利润，这和敲鼓吸髓有什么区别？整个村子都白白帮你赚钱了。一天一个价，你们不愿意的话，请回吧。现在是你们来求我，不是我求你们。隔壁村每个鸡蛋让我2毛钱的利润，还要对我们客客气气、嘘寒问暖，是你们教会了我一个道理：好人做过头，就成了烂好人。我2000多万的粉丝，一场带货上100万，要你们60%利润也不算多。大主播欺负人了，李之言，你这是要把乡亲们逼死啊？干嘛呢？还想在我们村撒野吗？人家李小姐想帮谁带货就帮谁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。之前你们咋对李小姐的？一群白眼狼，依我看你们落得这般下场，该……村长害怕事情闹大，摆摆手，带着大家伙离开。当天晚上，隔壁村存放鸡蛋的仓库无故燃起大火，众多村民在仓库里救火，浑身烧伤。与之一起的还有在仓库里统计发货的杨元。之言姐，我好痛！呜！监控录像显示，纵火者正是林娇，帽子叔叔当天晚上就带走了他。林娇痛哭着坦白了一切，我也用尽自己的人脉，告诉当地的几个带货主播，所有和这个村子有关的商单都不要接，这种事情交给帽子叔叔处理就好。放心吧，我会让他们所有人付出代价。村长求爷爷告奶奶，不惜拿出60%的利润，但所有主播都拒绝了。绝望的村长兜兜绕绕又找到了我。之言叔，求你了，仓库鸡蛋坏的坏，孵化的孵化，现在已经损耗了接近1半，厂里的蛋鸡每天又在下蛋，叔真的没有办法了，救救大家伙吧。就算你拿出90%利润给我，我都不会帮你们卖一个鸡蛋。你们有这种下场，纯属因果报应。持续了半年后，村民们叫苦连天，再也坚持不住，村长只能卖掉肉鸡，关停养鸡场，申请了破产清算。所有参与入股投资的村民血本无归，这个村子最终集体欠债。李小姐，你们村长被村民打成重伤，刚刚送进医院里，听说伤势很重，不知道能不能挺过来。他们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只是咎由自取罢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村多出了一个绰号——老赖村。